杀了10万人之后，他选择了佛陀。上一集结尾，我提到一个皇帝，一个杀了10万人，跪在尸山血海中痛哭的皇帝。今天我们终于要走进他的故事了。他叫阿育王，孔雀王朝的第3任君主。他做了一件事儿，让佛教的命运彻底改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先帮你拉一条时间线，佛陀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入灭。入灭之后的几百年，我们在前面10几期一路走过来了。弟子们结集经典，部派开始分裂。说一切有部建起了精密的哲学大厦，精量部又从内部把地基炸了个洞。但这些全都是在思想层面发生的事。僧团在辩论，论师在写论，修行者在打坐。佛教一直待在一个相对小的圈子里，围着恒河流域，没出去过。有时候改变一切的不是一个新理论，而是一个握着刀的人放下了刀。而且这一次不是一把普通的刀，是一个帝国的刀。阿育王的祖父叫旃陀罗基多，也叫月护王。这个人是印度历史上的传奇。他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，趁着权力真空，推翻了统治恒河流域的南陀王朝，建立了孔雀王朝。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大一统帝国，版图从阿富汗边境一直延伸到印度南端。月护王的儿子宾头梭罗继承了帝国。阿育王是宾头梭罗的儿子，但他不是顺理成章继位的。根据佛教文献记载，宾头梭罗有很多儿子，阿育王不是他最看好的那个。一些记载甚至说阿育王容貌粗糙，不遭父亲待见。但阿育王有一样东西，别的王子没有，就是手段。宾头梭罗死后，爆发了残酷的王位争夺。阿育王在这场血战中胜出。至于怎么胜出的，不同文献说法不一。南传佛教的记载说他杀了99个兄弟，只留下一个同母弟弟。这个数字大概率是夸张的，但他传达的信息很清楚。阿育王踩着血上位。登基之后，阿育王继续扩张。孔雀王朝的版图已经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，但东海岸有一块地方一直没被拿下，叫杰林加。大约在公元前261年，他发动了对杰林加的战争。这场战争在古代世界属于极其惨烈的级别，而且我们知道它惨烈到什么程度，不是因为后人记录的，是阿育王自己刻在石头上的。在他后来的第13号摩崖法敕里，他用第一人称写道：天爱征服了杰林加，在那里10万人被杀，15万人被掳走，因战争引发的饥荒和瘟疫而死的平民更是无法计数。请注意这个细节，一个刚打赢帝国扩张史上最重要一仗的皇帝，在官方文告里刻下了死亡人数。然后故事出现了一个转折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转折。阿育王赢了，杰林加被征服了，但他站在战场上，看着遍地的尸体，做了一件征服者从来不会做的事，他后悔了。不是那种早知如此的轻飘飘的后悔，是那种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的后悔。在那块石头上，他接着写道：天爱对此深感悲痛和悔恨。他说，在被征服的国家里，那些遵从正法的婆罗门和沙门，那些普通的居家百姓，他们遭受的杀戮、死亡和被迫迁徙，让他感到极大的痛苦。你试着代入一下那个场景，你是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的统治者，你的军队刚刚替你打下了最后一块拼图。按照所有古代帝王的剧本，你接下来应该举办庆典，犒赏三军，然后启程回首都，接受万民朝拜。但你没有，你站在那里，看着脚下的血，你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那一刻，不是阿育王在做决定，是那10万条命在替他做决定。亚历山大不会这么做，秦始皇不会，成吉思汗不会，只有阿育王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悔恨。那个催化剂到底是什么？不同的文献说法不一样。有的说他在战场上看到一位比丘从尸体堆中安静地走过，面无悲喜，那份平静让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有的说他早年就接触过佛教，
只是一直没认真对待。但无论具体是什么触发了他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杰林家之战之后，阿育王皈依了佛教，而且他不是那种去庙里烧炷香就走的信徒，他是真的变了。他在法事中宣布，从今以后不再以武力征服为荣，要以正法的征服为荣。他说的正法，梵文叫达摩，不完全等于佛教教义，更像是一种道德秩序。但佛教的核心精神，不杀生、慈悲、正见，是他整套达摩政策的底色。然后他做了一系列在古代世界堪称超前的事情。他修建医院，不只给人看病，还给动物治病。他在道路两旁种树，修驿站，建水井供旅人休息。他限制动物屠宰，大幅减少宫廷的奢侈消费。他派出专门的官员，叫达摩大臣，到全国各地巡视，推广道德教育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做了一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佛教历史走向的事。他召集了第3次结集。前2次结集我们之前讲过，第一次是佛灭后大迦叶主导的，第2次是100年后因为时事非法引发的那次，上座部和大众部从此分了家。第3次结集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50年，地点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，也就是今天印度的巴特纳。主持者是一位叫目犍连子地须的长老。这次结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，阿育王大力护持佛教，给僧团提供了大量物质支持，结果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副作用。很多人不是因为信仰而出家，是为了吃饱饭。大量外道和投机者混进了僧团，把自己原来的那套东西带了进来，冒充佛法来讲。僧团乱了，正统的比丘甚至拒绝跟这些人一起做布萨，就是定期的忏悔和诵戒仪式。阿育王看到这个局面，决定出手。他请目犍连子地须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甄别，把不合格的僧人清理出去。据南传文献记载，有6万人被开除了僧籍。目犍连子地须在这次结集上编撰了一部重要的论书，叫《论释》。这部书专门针对当时各部派的200多个意见逐一驳斥，核心立场是上座部笨别说部的正统观点。这里有个细节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。第3次结集是由一位皇帝发起和支持的，这跟前2次完全不同。前2次是僧团内部自行组织的，第3次皇权介入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这一刻开始，佛教的发展方向不再只取决于僧团内部的共识，还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偏好。阿育王选择支持上座部的立场，上座部的声音就被放大。他选择清除外道，那谁是外道，就由他和他信任的长老来定义。这不是说阿育王做错了，僧团鱼龙混杂的局面不整顿就会烂掉，但你不能不看到这个结构性的变化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依靠任何国王来解决僧团的问题，他留下的规矩是僧团自治，依法不依人。现在处理问题的不再只是律藏，还有皇帝的意志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你开了一家公司，遇到了内部管理问题，本来你可以靠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来解决，但这时候一位大股东走过来说，我帮你处理。他确实帮你处理好了，但从此以后，公司的规矩就不再只是章程说了算，而是大股东觉得怎样说了算。佛教的大股东时代从阿育王开始了，而这个模式将深刻的塑造此后2000年的佛教史。我们在第8集讲过，佛陀和频毗娑罗王、阿舍世王都有密切的互动。他接受国王的供养，在国王的土地上建道场，但他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国王来主导僧团的事务。阿育王打破了这个边界，出发点是善意的，效果是显著的，但边界一旦打破，就很难再收回来。这就是阿育王故事里最核心的张力。他是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护法者，没有之一。但也正是他开启了一种佛教与政治权力深度绑定的模式。在他之后，几乎每一个佛教昌盛的时代，
背后都站着一个强大的帝王，而每一次帝王撤去支持，佛教就面临生死危机。这个模式在1000多年后将以最残酷的方式兑现。但我们先不看那么远，先看看阿育王给了佛教什么。第3次结集之后，他做了一件影响深远到无法估量的事，他派出了大量的传教使团，把佛法送到了印度次大陆之外，其中最关键的一支由他的儿子摩省陀带领前往斯里兰卡。注意，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一个皇帝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传法，这个分量你可以掂一掂。摩省陀到了斯里兰卡之后，受到了国王天爱地须的接见，并在那里建立了僧团，传播了上座部佛教。后来阿育王的女儿僧伽密多也到了那里，带去了一株菩提树的分支，不是随便一棵树，是从佛陀悟道的那棵菩提树上结下来的。这棵树被种在了阿努拉德普勒，到今天还活着。2300多年了，它是世界上有确切种植日期记录的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树。除了斯里兰卡，传教使团还被派往缅甸、泰国方向的金地，派往阿富汗和中亚方向的犍陀罗，甚至派向了地中海世界。阿育王在法敕里提到了5位希腊化王国国王的名字：安条克、托勒密、安提柯、马加斯、亚历山大。他说他向这些国王的领地也派出了传法使者。佛教从一个恒河流域的地方性修行团体，在一个皇帝的推动下，变成了一个跨越大陆的信仰。这是事实，没有阿育王，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佛教世界地图。但你得同时问另一个问题，这个故事里佛教失去了什么？它失去了某种独立性。当佛法的传播依靠国家力量，当僧团的纯洁性需要皇帝来维护，当谁是正统谁是外道需要政治权力来裁定的时候，佛教就不再只是一套关于觉悟的教法了，它同时成了一种政治资源。所以我们在整个系列里反复问的那个问题，这个发展距离佛陀在菩提树下看到的那个东西是近了还是远了？答案也许是同时近了又同时远了。近在哪里？阿育王把慈悲和不杀生变成了国策，把佛陀的教法从个人修行推向了社会实践。佛陀说不杀生，那是对个人说的，阿育王把它变成了一个帝国的政策。这是佛法第一次在国家层面被实践。远在哪里？它让佛教习惯了依靠外部力量来存活。一旦你习惯了有人替你撑伞，你就会忘记怎么在雨中走路。这种习惯的代价要过1000多年才会显现出来。但历史从来不会只有一个方向，倒是阿育王派出去的那些种子，在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生了根。他儿子摩省陀带到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，没有继续依靠帝王，而是靠僧团自身的力量，一代一代传了下去。巴利三藏在那座岛上被完整保存，成为今天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接近佛陀原始教法的文本。帝王种下的种子，最终在没有帝王的地方活得最久。你说这算不算一种讽刺？下一次我们就走进南传佛教的世界，去看看佛陀的那套出场设置，在2000多年的传承中到底保留了多少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当一件好事需要借助权力才能推动的时候，它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脆弱了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